好，我是你的中文朋友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水，一杯温水。你每天喝水吗？早上起床，第一件事，你会做什么？有的人先看手机，有的人去洗脸，而我喜欢喝一杯温水。水没有颜色，也没有味道，但当它是温的，就像一只温暖的手，轻轻地握住你。早上，身体还没完全醒来，一口温水可以叫醒你，不是很快，不是很强烈，只是慢慢的，温柔的，就像妈妈叫你起床时，轻轻地说，该起床啦。小时候，我生病时，妈妈总会说，多喝点水。她不会说很多话，只是把一杯温水递给我。那一刻，我记住了，温水是爱。后来我长大了，离开家，开始一个人生活。忙的时候，我常常忘了喝水。有一天，我头痛，心烦，我坐下，喝了一口温水。忽然，我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个晚上，那个杯子，还有妈妈的手。原来，水不只是水，它也可以是一种记忆，一种情感。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中文，也许你正在学拼音，学写字，也许你觉得有点难，有点慢，但没关系，学习就像喝温水，一点一点来，不要急。今天我们一起用温水开始一天，也用温水开始一段汉字的旅程。在这一集里，我会和你聊聊水的部首，比如水。你见过这个小小的3点水吗？它藏在很多汉字里。我们会一边听，一边学，一边记，慢慢来，就像喝水，不要急，不要烫，每一口都要细细的感受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拿一杯水，坐下来，我们一起用中文温柔地说一声你好，欢迎你。有人说，水是有记忆的，你相信吗？一滴水从天上掉下来，它走过山，流过河，最后来到你家，变成你杯子里的水。你喝下它，它就走进你的身体，变成你的一部分。水很安静，它不会说话，但是它知道很多事情。它知道风的味道，太阳的温度，也知道你今天的心情。有一次，我在外面走了很久，脚很累，心也累。我回到家，倒了一杯温水，坐在沙发上，一口一口地喝。水没有说什么，可是我好像听见了。别难过，慢慢来。水真的有记忆吗？科学家说，不一定。但是，我觉得，水记得我小时候的笑声，也记得我一个人哭的时候。每次喝水的时候，我都会想，水现在在听我说话吗？它在看我吗？它知道我今天开心还是难过吗？有时候，我们不想说话，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。这个时候，水是最好的朋友。它不会问问题，不会打断你，它只是陪着你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水总是在身边，但我们常常忘了它。我们口渴才想起它，生病才多喝它，可它从来不生气，它一直等着你。学中文也是这样，你学一个字，可能今天不记得，明天也不记得，但这个字会一直等你。它不会走开，不会说，你不学我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它就在那儿，安安静静地等你。
就像水这个字，很简单，3笔，可是它能变出很多字，有河，有海，有汤，有喜，水是他们的家。有一次，我在写湖这个字，忽然发现，这里也有3点水。我笑了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和水成了朋友。你学过的每一个字，也像水一样，有它的记忆。你第一次写它，写得不好，第2次好一点，第3次，你终于记住了，你的手记住了，你的心也记住了。水可以是冰的，可以是热的，它没有固定的样子，就像我们的语言，也可以很快，也可以很慢，也可以很温柔。你今天喝水了吗？你记得你学过的第一个汉字是什么吗？你还记得那个写错了又擦掉的笔画吗？不用着急，每一次学习都像一滴水。你今天学一点，明天再学一点，有一天你会发现，这些字，这些声音，这些部首，它们都流进了你心里。水是有记忆的，我希望你的水记得你努力学习的样子，也记得你温柔说中文的声音。我们一起一点一点地把中文变成我们自己的语言，就像水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喝一口水，闭上眼睛，问问自己，你好吗？今天你学到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比昨天更接近中文一点点了？我相信你会听见水的回答，温柔的，安静的，像一首慢歌。他会说，我在这里，我记得你。继续吧，别放弃。我小时候，每天早上起床，桌上都会有一杯温开水，那是妈妈准备的。她总是很早起床，把水烧好，然后放凉一点。等我醒来，水刚刚好，不热不冷。妈妈不说很多话，她只是把水放在桌上，说一句快点喝，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。我一边喝水，一边看阳光慢慢照进屋里，那一刻我觉得很安心。冬天的时候，家里有点冷，爸爸妈妈下班晚，我一个人在家。我不害怕，因为厨房里还有热水。我自己倒水，坐在小桌子旁，一点一点喝，那是家的味道。有一次我感冒了，头很疼，喉咙也痛，妈妈给我一杯温水，说别急，多喝水就好了。她还加了一点点盐，说可以让喉咙舒服一点。那时候我觉得水变得特别好喝。长大以后，我去外地上学，每天都很忙，也很累。有时候我想妈妈，想家。那时候我也会烧一点水，坐下来慢慢喝。闭上眼睛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厨房，听见妈妈的声音。外面的世界很大，人也很多，我们每天见不同的人，说不同的话。可是在家的时候，一杯水就能让人放松。水不贵，也不特别，但它总是让人想起温暖的地方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走了一天的路，累了，渴了，这时候有人递给你一杯水，你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了。那不是普通的水，那是一种关心，一种爱。有一次，我的朋友来我家玩，他一进门，我就给他倒了一杯温水。他笑着说，好像回到家一样。我也笑了，我想，也许水真的有家的味道。中文里有个词叫家的感觉，这个感觉不是很大，不吵，也不亮，
它像阳光，像棉被，像一杯水，悄悄地在你身边。学中文的路上，我们也会累，也会想停一下。这个时候，喝一口水，想一想家，想一想你开始学中文的那一天。也许你是因为想看懂一本书，或想和朋友说更多话，又或是想去中国旅行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那一刻的你是认真的，是温暖的。不要忘了那个开始。我常常觉得，家的味道不是菜香，不是饭香，而是一杯水，没有味道，却能让人安心。就像妈妈的怀抱，不说话，却让你放松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你在听我的声音吗？你的身边有一杯温水吗？请你停一停，喝一口水，闭上眼睛，想一想你小时候的家，想一想那个准备水的人，他们是不是现在也在喝水，也在想你？温开水是家的味道，每一次喝水就像回家一次。欢迎你回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喝水的时候也可以学习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坐在阳台上，一边喝水一边看书。书上有一个汉字是河，我觉得这个字很有意思。左边是3点水，右边是可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河这个字有水？原来是因为河里有水啊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注意有3点水的汉字。我发现海、湖、喜、游，它们都有水。我一边喝水一边想，这个字是不是也和水有关系？后来我把这个变成了游戏，每天喝水的时候，我就想5个和水有关的字。有时候想不出来，我就查字典。有时候我问朋友，你能说出5个带3点水的字吗？他们也觉得好玩。学习不一定要坐在书桌前，学习也可以在生活里。你走路的时候可以学，吃饭的时候可以学，当然，喝水的时候也可以学。有一次，我在咖啡店喝水，听到一个人说，你要多喝水，水对身体好。我忽然想到，身体这2个字我都学过，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进步了一点。我们学语言常常觉得要记很多词，要做很多题，但其实语言就在我们身边，它在你说的话里，在你看的字里，在你喝的水里。我问自己，喝这个字怎么写？我想了想，写在纸上，然后我查一查，发现喝也有口字旁。是啊，喝水要用嘴，字是有意思的，你也可以试试。下次你喝水的时候想一想，水这个字我会写吗？热水、冷水、一杯水，这些词我会用吗？不用，每次都学很多，只要一点点就够了。每天一个字，每天一句话，就像每天一杯水，不多，但很重要。喝水也是一种节奏，慢慢喝，不要急。学习也是一样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你越放松，就越记得住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学中文的时候很紧张，他怕说错，怕别人听不懂。后来他每天给自己一个任务，喝水的时候说一句中文，比如我在喝水，或者今天的水很好喝。他说一开始很难开口，但慢慢的他习惯了。现在他已经可以用中文聊天了。你也可以这样练习，拿一杯水对自己说一句中文，
大声说，慢慢说，别怕错，错了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你开口了。我们的大脑很聪明，它会记住你说过的话，写过的字，就像水会流进身体，语言也会流进心里。你今天喝水了吗？你有没有试着用中文说一句话？我知道，有时候学习会觉得累，会觉得慢，但别忘了，你不是一个人。你在学习的路上，我也在这里。我们一起喝水，一起学字，一起说中文。下次你喝水的时候，不只是喝水，那是你和中文的一个小小的约定。一杯水，一句中文，每天都做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你已经学会了很多。你会笑，你会想，原来学习可以这样简单。继续喝水，继续说中文，你正在变得更好。你学过水这个字吗？很简单，3笔，左边一竖，中间一撇，右边一点，像一滴水从天上掉下来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看到另一个字，河，我发现左边不是水，而是3点水。我问老师，这不是水吗？老师笑着说，对，这是水，是水的部首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一个字也可以变小，藏在另一个字里。它变了样子，但意思还在。这个小小的水，就是水的秘密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注意3点水的字，有很多，比如江、海、喜、流、游、泡，它们的左边都是水。你看，江是长江，海是大海，洗是洗手，流是水流，游是游泳，泡是泡茶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和水有关系。这时候我明白了，原来部首是有意义的，不是每一笔都只是写字，有的笔画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字和水有关。水是水的部首，那火呢？它的部首是标，心的部首是心，手的部首是手。很多部首都会变成3笔的小形状，放在字的左边，就像打、提、拉，它们都是手，加一个别的字，意思也都和手有关。部首就像一个小小的提示，告诉你这个字的意思方向。那天我看到一个心字，洒，我不知道怎么读，但我看到左边是水，我想是不是和水有关？我查了词典，发现洒是洒水，我笑了，我猜对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怕新字了。我先看部首，猜一猜它的意思，然后再查词典，学起来也更有趣。有一次，我和朋友玩游戏，我说一个字，你来猜部首。我说游，他想了想，说水，我们都笑了。这个游戏让我们记住了很多部首。你也可以试试每天学2个带水的字，看看它们是什么意思，有什么不同。你会发现学汉字不只是背和写，也可以像玩拼图一样有趣。水是汉字的一部分，但它也变成了水，藏在很多字里，就像水流进了不同的地方。这个秘密不是难题，而是礼物。当你知道了它，你就多了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很多汉字的门。现在再看河、海、喜、游，你是不是觉得它们不再陌生了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字好像也在对你说话？学习汉字是一场发现的旅行，每一个部首都是一块地图，你越看越远，也越近。
喝一口水，写一个字，别忘了，水瑞的秘密正在等你去发现。它藏在每一个和水有关的字里，也藏在你慢慢学习的每一天里。水是冷的，火是热的，一个柔，一个烈，它们很不同，可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们。早上，我烧水，先开火，水在锅里开始动，慢慢变热，火很快，水很慢，可是只有火和水一起，才能有一杯温水。我看着水慢慢冒出小泡泡，听见咕咚咕咚的声音，这声音让我安心。那是水在说，我准备好了。火是外面的力量，水是里面的感觉。火让水改变，水也因为火变得温暖。它们看起来不合，其实是最好的朋友。有时候，我们的心也是这样，一边热，一边冷。热的时候，我们想快点做完事，想马上学会很多字。冷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说话，只想一个人静静坐着。学中文也是这样，有时候你很有力气，很想学，有时候你累了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记不住。那时候你需要火的热，也需要水的柔。我以前学火这个字的时候，觉得很有意思。它像一个人在跳舞，两个小点像火星，底下像火苗在动。后来我学到了热、烧、煮、炒这些字，它们都有火的部首标，标是火的秘密，就像水威是水的秘密。你看，热有火，冷没有火，这些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有时候需要热，有时候需要冷。水教我们温柔，火教我们前进，一个让人平静，一个让人有力量。有一次，我心情不好，我去厨房烧水，看着火光，我觉得烦。可当水热了，我关掉火，倒了一杯温水，喝下去，心也慢慢静了下来。火把水烧热，水把心放松，这就是它们的平衡。我想起一个字，温，它的左边是衰，右边是温，睡是水，温里有太阳的意思，所以温是水和热结合的结果。温这个字很美，它是火和水的中间，是一种刚刚好的感觉，不是太热，也不是太冷。生活中，我们也要学会温，说话不要太大声，也不要太小声，学习不要太快，也不要太慢，对别人不要太凶，也不要太冷淡。我们可以像水一样安静柔软，也可以像火一样有光有力。可是在大多数时候，我们要学会温，学会说温柔的话，做温和的事，走温暖的路。有一次，我写下温这个字，心里觉得特别舒服。我觉得这个字就像我希望自己成为的人，不急不慢，不冷不热。现在我再喝一口水，看看火慢慢灭下去，我知道我的心也变得平衡了。中文有很多像温这样的字，它们不是冷，也不是热，而是中间，是合适，是刚刚好。愿你在学习的路上也能找到你的温度，不急不躁，不冷不热，像水一样柔，像火一样明，像温一样刚好。有一天，我看着一个汉字，心里突然有一个想法，这个字的心在哪里？后来我知道了，部首就是汉字的心，它藏在字里，
却告诉我们很多。就像人的心，虽然看不见，但它在跳，在感觉，也在带动身体。部首也是这样，一个字也许很复杂，但只要找到部首，就能明白它的一部分意思。比如和的心是水，它告诉我们这个字和水有关。热的心是标，他说这里有火，还有想、忙、怕，它们都有心，表示这些字和心、情绪有关。以前我学汉字只记形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。后来我开始学部首，每当我学一个字，我就问自己，它的心是什么？当我找到答案，这个字就变得不再难记了。它像一个人，有脸，有手，也有心。部首不只是一个小部分，它是意思的根，是故事的开始。你看手的部首是手，所以打、拉、抱、推这些字都有手，因为它们是用手做的事。木的部首表示树木，所以树、林、板、桌都和木有关。这让我觉得汉字不只是语言，它是话，也是思考。它告诉我们，字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的，有感觉，有方向。学会看部首，就像学会听心跳。当你看到一个心字，你可以问他的心是谁，然后你会慢慢理解它。我很尊敬这些小小的部首，他们像老师一样，不说话，但在引导你前行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写晴这个字，右边我会写，可是左边总是写错。后来我知道，左边是心，它代表心，因为晴是从心来的。那一刻，我有点感动。原来每一个感情的字，心都在里面。爱、恨、怕、想，这些字的心是一样的。这让我开始尊重每一个字，也尊重写字的过程。写字时，我会慢一点，每写一笔，我都问自己，我知道他的心吗？当我写出水，我想到水；写出标，我想到火；写出手，我想到手；写出心，我想到心。慢慢的，我不只是记住了这些部首，我开始喜欢它们。它们是语言的根，也是文化的门。一个字的部首藏着很多故事，每一次你看懂它，你就更靠近汉字，更靠近中文的心。学习语言不只是会说，也要会听，听它的形，它的声，更要听它的心。部首是汉字的心，它不大，却很深；它不小，却很有力。希望你下次看到一个心字，先停一下，看看它的部首，问问它的心，听听它的故事。你会发现，学习变得不一样了。你不只是背字，而是在和汉字交朋友。你学的不只是语言，而是一种理解。愿你每天都能写出带心的字，说出有心的话，走在温柔又坚定的学习路上。泡茶的时候要慢，水不能太热，也不能太冷。茶叶要轻轻放进去，不能急，等几分钟再慢慢喝。写字也是这样。我以前写字很快，总是想一下写完很多，结果写得不好，忘得也快。后来我学泡茶，老师告诉我，慢一点，水会更香，心也会更安静。我开始试着慢慢写字，一笔一画不着急。写水的时候，我想水流的样子；写心的时候，我想心跳的声音；写木的时候，我想树站在风里的样子。写字不只是写在纸上，
它也写在心里。我喜欢早上写字，桌上放一杯茶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我拿起笔写一个字，然后停一停，听一听，茶水在杯子里轻轻动，空气很安静。那时候我不想着快，也不想着多，我只是和字在一起，字也像朋友一样陪我坐一会儿。有时候我只写一个字，比如静，我写一次，再写一次，每一笔都比上一笔更轻一点。写完后，我看着它，觉得心也变安静了。有时候我写一个句子，比如今天很安静，我一边写一边读，字像水流过心里，慢慢带走杂念。泡茶是为了喝茶，写字是为了更懂字。不是每次都要写很多，有时候只写几个字就够了。重要的不是数量，而是感觉。学中文的人常常问我怎么才能记住更多字，我的答案是先慢下来，像泡茶一样写字，慢慢来，心会记得更久。我认识一个老人，他每天早上写字，他说我不急，我只想让心静一静。他写的不快也不完美，可是他的字有温度，他的茶也是慢慢泡的。他说字和茶是一样的，急不得。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快，手机响，信息多，时间好像总是不够，但写字是我们可以停下来的一个地方。写字的时候，请你放下手机，关掉声音，给自己10分钟，泡一杯茶，拿一张纸，写一个你喜欢的字。不管你写得好不好，都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，你在写，你在感受。写完后，喝一口茶，看看那个字，它不是只有形，它也有气味，有声音，有你的心情。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小世界，每一次写字都是一个安静的旅行。写字就像泡茶，水要热，心要静，动作要慢，这样字才会进到你心里，变成你的一部分。愿你今天写的字像茶一样温暖，愿你写字的时候也能听见心里那一片安静的声音。你喜欢玩游戏吗？今天我们来玩一个中文游戏，叫做部首联想游戏。这个游戏很简单，也很好玩。你只需要看一个部首，然后说出你想到的字。我们先从水开始。你想到什么？河、海、油、洗、汤。对，这些字都和水有关。再来一个手，这是手的部首。你想到什么？打、拉、推、接、拿，都是用手做的动作。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？一个小小的部首就可以带出很多字，每一个字就像一颗星星，慢慢连起来，就是一个大大的故事。你可以和朋友一起玩，一个人说部首，另一个人说字，看谁说得多，看谁说得快，说错了也没关系，大家一起笑一笑，再试一次。你也可以自己玩，写下一个部首，然后在纸上写出你想到的字，每天一个，每天不一样。我最喜欢的部首是心，它变成心的时候，出现在很多字里，像想、怕、忙、忘、快、慢，这些字都有感情，有温度。有一次，我写忙这个字，
我问自己，为什么忙有心？后来我明白了，因为忙的时候，心是不安的。原来一个小小的部首，也能告诉我生活的道理。还有木，你想到什么？树、林、板、桌、椅，这些东西都是木头做的。写这些字的时候，我会想起森林、桌子、椅子，还有小时候在公园里的大树。通过这些游戏，我发现自己记得更多字了。我不再只是背字，而是在玩，在想，在创造。你可以做一个部首本，每一页写一个部首，然后写下你想到的所有字。写不出来的时候，可以查词典，也可以问朋友。慢慢的，你的部首本会变得很丰富。写完后，你可以用这些字来造句。比如，用水的字写一句话，我想去海边游泳，是不是很有画面感？还有一个玩法叫画一画。你画一个和部首有关的东西，比如画一条河，然后写下河这个字，画一棵树，再写树这个字，这样一边画一边写，更容易记住。学习汉字不一定要很严肃，也可以很有趣。当你笑着学，当你玩着学，字就会留在你的心里。下次你看到一个新字，试着猜猜它的部首，想想它的意思，也许你会有新的发现，也许你会大叫，啊，我学过。学习不是比赛，是一场和字的游戏，玩得开心，你就学得快乐。愿你每天都能玩一个小小的汉字游戏，让水、收心、木这些部首变成你的朋友，带你走进更多好玩的中文世界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已经一起走完了这次温水之旅，你还记得吗？从第一章开始，我们说水，说家，说学习，说写字，说部首。现在，我们要说再见了，可别担心，我们不是结束，而是暂停一下。就像一杯水放在那里，等你喝；一个字写在纸上，等你读。我希望每次你喝水的时候，能想起一点中文，想起水怎么写，想起水水藏在哪些字里。我也希望每次你写字的时候，不只是写，而是在和字说话。说，你好，我今天来了。中文不是考试，不是任务，它可以是生活，是朋友，是你每天的一部分。你累的时候，喝一口水；你想家的时候，写一个家；你想安静的时候，写一个静。这些字会听你说话，也会陪你。学习没有快路，只有慢慢来。像水，像风，像我们这一集又一集的声音。你不需要学得很快，只要不放弃，每一天一点点，每一笔一点心。现在，请你看看桌上的水杯，水还在吗？它在等你，就像中文也在等你。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也许你已经记住了更多字，也许你学会了更多句子，也许你会告诉我，我现在能用中文说很多话啦。我会为你开心，我也会继续准备新的故事，新的声音，新的字，陪你走下去。谢谢你今天的陪伴，谢谢你安静的听，慢慢的学，温柔的走这一段路。水不说话，但它一直在；字不动，但它一直等。你不孤单，你一直在路上。我们下次见。温水还在杯中，中文还在风里，而你也一直在我们心里。